路遇车祸地点不要盯着看，午夜遇到搭车的不要随便停，别以为跑大车的气势凶就招不来祸事。我师父对我的叮嘱10多年来我都记在心里，但今晚我破例了。午夜时分，我遇到一家4口拦车，那男主人一看到我的车灯就扑通跪在了路边，不住地磕头。他们的黑色轿车歪在路旁，像是抛锚了，4个人全都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我让他们上了车，男主人一脸惊恐地告诉我，刚才有一辆奇怪的红色跑车一直在山路上追赶他们。我告诉他不用担心，我开的是重卡，没有车敢找我的麻烦。正在这时，收音机里开始播报一场交通事故。就在我们行驶的这段山路上，一辆红色跑车跟一辆黑色轿车发生了严重车祸，其中红色跑车的司机当场身亡。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直接关上了收音机，事故的后半段还没有播报完就戛然而止。坐在副驾驶的男人好像被吓到了，脸色惨白。怎么会这样巧？之前追赶我们的也是红色跑车。坐在后排的男人妻子和一儿一女都有些瑟缩，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是3年前的车祸了，刚刚是广播在回顾过去的事故新闻。我抽出根烟递给副驾驶的男人，男人这才松了口气，接了烟冲我道，兄弟贵姓啊？我姓穆，叫我老穆就行，那是我妻子罗英。我姓龙，龙长栋。我从后视镜里向罗英点了点头，罗英怀里还搂着女儿，旁边坐着儿子，也冲我笑了笑。这次可多亏龙兄弟了。老穆叹口气向我道谢，我们本来是接了女儿，准备一起回家的，谁知道能遇到这种事儿，怎么想都觉得瘆得慌，这次回家可得找个庙好好拜一拜。罗英跟着道，女儿是上大学了吗？我瞧了一眼罗英怀里的女儿，那不是个小姑娘了，看年纪应该20岁上下。罗英轻轻抚摸着女儿的头，满脸疼惜，是啊，上大学了。现在也不是节假日啊，怎么回家了？我又问了一句。罗英的表情有瞬间的凝滞，另一边的儿子却突然咳嗽了起来，那不像普通的咳嗽声，异常的艰涩干哑，还伴随着沉重的肺音。老穆没有转头关心儿子，反而警告道，穆婿，你忍一忍，别出怪动静。男孩像是被吓到了，马上停止了咳嗽。哎，没必要，孩子不舒服，干嘛让忍着啊？我对老穆道。老穆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突然，一阵发动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老穆一下紧张了起来，他透过车窗向外一看，声音都变调了，又是那辆红色跑车。他跟来了，耀眼的大灯从后面照了过来，一个红色的影子直冲我们而来。我谨慎地把着方向盘，狭窄的山路上，那咆哮的引擎声就像一头正逐渐逼近我们的野兽。罗英伸长手臂，把惊慌的儿子、女儿都揽进了怀里，老穆在前排死死捂着脑袋。我从后视镜看去，已经逼近我们车尾的跑车敞篷大开。那开车的司机手把着方向盘，脑袋有大半个探出了挡风玻璃，张大了黑乎乎的嘴，似乎在嚎叫。是什么飙车党吗？我拧紧了眉毛，把住了车道。这里上山下山都是单行道，绝不是可以飙车的地方。一阵阵刺耳的喇叭声在空寂的山路上四处回荡，凛冽的山风里隐隐传来疯狂的叫喊。那跑车的司机像是真的疯了，几次不要命的企图插进我的车身跟山体之间狭窄的缝隙里。我不肯让路，他就拼命地按喇叭。那一声大过一声的引擎轰鸣声，简直就像死神在我们头上挥舞着镰刀。这时候，老穆缩在副驾驶上，好像被吓得有些神经质了，嘴里一直嘟嘟囔囔个不停。前面到转弯的地方了，我安慰那一家4口，不用担心。借着弯路，我左打方向盘，巨大的车身在路上猛地一摆，那红色的影子瞬间被逼退，不得不急踩刹车。路面好像都被划出了一片火花，留下了几道长长的印子。等转弯一过，
那追着我们的红色野兽就没有了声息。一家4口好半天才缓和过来。老穆把我递给他的烟送在嘴里，狠狠吸了2口，才又冲我道：“多谢你啊，龙兄弟。”他为什么总追着我们啊？缩在罗英怀里的女孩紧紧抱着手臂，我们又没有招惹她。罗英轻拍着自己的女儿，视线从后视镜里慢慢扫过我的脸，声音低了又低：“该不会是抓交替吧？刚刚我们不是听了广播，这段路上出过事，那辆红色跑车的司机不是当场就死了吗？”罗英的视线再次看向我：“龙兄弟，你知不知道后面的事啊？那场车祸里总共死了多少人？”妈！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害怕的女孩紧紧抱住了罗英的腰。老穆回头瞪了罗英一眼：“别他妈瞎说，死了多少人关你什么事？这大半夜的别吓着孩子。”我从后视镜里看去，罗英缓慢地垂下了头，女孩被吓得红了眼眶。而他们的儿子穆旭一只头靠着车窗，随着车身颠簸，额头不时地磕在玻璃上，就好像不知道疼一样。总共死了多少人，我也记不清了。我开口回答罗英，但好像那红色跑车上除了司机，还有一名同乘的女孩，出事后就昏迷不醒了。驾驶室里一时陷入了沉默。黑漆漆的山道上，现在只有我们一辆车。隔壁下山的路紧挨着悬崖，那边时不时有长在崖壁上的柏树向上凌乱地探出枝桠。在黑夜里，那些张牙舞爪的影子投在公路上，总让人心惊。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我打破了寂静，视线瞥向罗英怀里的女孩。那女孩好像没想到我会直接问她，她从罗英怀里坐起身，想回答我，却又拧着眉毛愣在那儿了。弟弟叫穆旭，你呢？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我又问了一次。女孩缓慢地张开嘴，像是要回答我，却又被罗英一把搂住。我女儿叫穆佳，佳肴的佳，是当初她爷爷给她起的名字呢。罗英笑呵呵地道。女孩愣了愣，点了点头，但却没有再倒回罗英怀里，而是自己靠窗坐着。这时已经过了午夜，月亮都隐去了。这条山路很偏僻，几乎只能靠着车灯照明。突然，有人！女孩惊叫。罗英和老穆都同时向窗外看去，却都没看到什么人影。罗英摸了摸女孩的头：“大半夜的，哪有什么人？你看错了。”“没有。”女孩很坚持，我看得很清楚，是个穿碎花裙子的姑娘，就站在路边看着我们。别是那个红色跑车上的女孩吧？穆旭这时候神来一笔，把老穆的脸都吓白了。“都别胡说了。”老穆高声呵斥了儿女一顿，再转头看向我，有些不好意思：“让你笑话了，龙兄弟。”“没事儿，大半夜的遇到这些事，难免瞎想。”我开口道。“龙兄弟，你这大半夜的是去运什么货啊？我看你这车开得挺轻巧。”老穆转而问道。“车上没装什么东西，我是来山里找人的。”“找人？”老穆有些奇怪：“那怎么开辆大货车啊？走起来多不方便。”“不方便，可是安全啊。”我笑了笑：“我开10多年大车了，开着车比开小车舒服。”龙兄弟这车技一看就扎实。罗英瞪了老穆一眼：“比你强？”老穆没吱声。罗英又看向我道：“龙兄弟是在这山里有亲戚吗？”“不是寻亲，我是替我一个客户来找他朋友的。”正说着，一个白色的影子突兀地出现在了公路中央。大灯闪过，车里的人都看清了，那真的是一个女孩，穿着白色长裙，2只袖子上缀着点点红色碎花。我这时候踩刹车已经来不及了，车子直朝那个女孩撞了过去。好在那似乎只是个影子，就像电视机闪过的画面一样，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了。“是他吗？是他吗？”穆旭惊慌失措地大叫了起来：“他回来了！”“你闭嘴！”老穆又朝穆旭大吼。罗英紧紧挨着自己的女儿，女孩倒是很冷静，只是脸上满是困惑：“妈，我刚刚好像听到有人叫我。”罗英下意识地捂上了女孩的耳朵：“别听，不是什么好东西。”“不用紧张，
说不定只是这里的自然环境意外录制下来的影像。我再次出言安慰这几个人。老穆赶紧道：对，龙兄弟开大车的年头长，这种事肯定知道的比我们多。妈，我冷。这时后座的女孩有些发抖。罗英赶紧解开自己的外套，来，妈的衣服给你穿。女孩刚转过身，却猛地尖叫了一声：妈，你流血了！我没有从后视镜里看到血，但那一刻女孩的神情不像是假的。老穆迅速回身，伸手扯住女孩的胳膊：哪有流血？你妈衣服花纹就那样。你这孩子吓傻了吧？女孩再次转头看向罗英时，罗英已经用外套把自己重新裹住了。妈好好的呢，哪有流血，净瞎说。不过这车厢里好像是有点冷，我一脱衣服也觉得凉飕飕的。让姑娘坐前面来吧。我开口道，前面暖风热，吹一会儿就暖和了。罗英和老穆乍一开始好像还有点犹豫，但架不住女孩冻得身体直发颤。女孩和老穆换了位置，似乎瞬间就好了很多。女孩好奇地看着我的脸，突然笑了一下：大叔，你好像张飞啊。我也跟着笑了。女孩说的没错，我这人天生异象，样貌骇人，身材也超乎常人的魁梧高大，也亏得这女孩不害怕。我把手边的保温杯递给了她，喝点热乎的吧，一会儿就好了。女孩接过保温杯，定定地看了好一会儿。我递给她的保温杯是奶白色的，杯上画着粉红色的兔子，还有2只很像兔耳朵的把手。大叔，你这杯子好可爱呀。女孩抹撒着那2只毛茸茸的耳朵，我好像也有一个。是吗？是谁送给你的？我轻声问道。女孩皱起了眉毛，似乎一时想不起来了。突然后排伸过来一只手：佳佳，爸给你拧开。老穆直接从女孩手里抽走了保温杯，拧开盖子，倒出了一杯热气腾腾的红枣水。是红枣水啊，我最爱喝了。女孩赶忙双手去接，偏在这时，我的车子压到了什么东西，震了一下，红枣水被打翻了，零落的水滴溅在了老穆的身上。保温杯里的水已经没有那么高的温度了，但老穆活像是被火烧到了一样，一边拍打一边尖叫。女孩慌忙把水杯还给了我，帮着老穆把身上的水擦掉。末了，老穆好像有些尴尬，对着女孩笑了笑：没事儿，佳佳，你先别喝了，这水挺烫的。我的视线越过后视镜，与老穆四目相对。老穆看着我的眼神似乎不再像一开始那样和蔼可亲了，而是渐渐透出一股莫名的阴森。我的车子继续向前行驶着，山路越发寂静，好像连山中的动物都休息了。女孩倒是精神了不少，她对我有些好奇：大叔，你这么晚来找人是有什么急事吗？是啊，我的客户很着急，他很担心他的朋友。他朋友生病了吗？算是吧。我偏头看了女孩一眼。你呢？你有朋友吗？我没有。女孩几乎是下意识地回答，可回答完，她的眉头却又拧紧了。佳佳，别总打扰叔叔开车。这时坐到我身后的罗英突然凑近我的椅背，冰冷的气息掠过我的耳旁。龙兄弟，麻烦你再开快点，送我们出了这段山路就可以了，我们自己叫车回家。这话音刚落，刺目的灯光就从车外打了进来，又是那辆红色跑车。熟悉的引擎声又一次逼近，但这次并不是在车后，而是在我们的正前方。那辆红色跑车不知道什么时候转进了下山道，按理来说，它不可能越过我们先转进下山道的。这一路上也没有让车转向的路口，但是它就那样出现了。在我们的右前方，大灯直射我们的车头，我看不见前面的路，几乎是凭着直觉在开车。龙兄弟，老穆他们快吓傻了。女孩紧紧靠着副驾驶的椅背，2手抓在安全带上。就在这时，那辆红色跑车竟然越过了2个车道中央的防护栏。那个像是疯了的跑车司机一点减速的意思都没有，就在我们的正前方直直地朝我们冲了过来。他妈的！我骂了一句，这时候打方向盘也没有意义了，
干脆直接撞上去。我一脚踩上了油门，老穆、罗英和穆旭都接连发出尖叫，副驾驶的女孩只是紧紧闭上了眼睛。车子相撞的瞬间，那辆红色跑车急速变形，一瞬间从一辆豪华超跑变成了破烂骨架。跑车司机的嚎叫伴随着像是从遥远的过去传来的沉重撞击声以及引擎的逐渐熄火声。这辆破烂骨架也轰然粉碎，化成了一团红色的烟雾，蒙在了车头上。我稳稳地把着方向盘，从所有能窥见路面的缝隙里判断前进的方向。眼见红色的烟雾渐渐淡去，本来以为这关算是过了，没想到副驾驶的车门竟然被无声无息地打开了。一个浑身焦黑、脖子扭曲变形的男人从红雾里探出大半个身子，双手抓住女孩的胳膊就往外拉。女孩什么准备都没有，要不是还系着安全带，直接就被拽出去了。危急关头，我抽出缠在腰间的打魂鞭，用腿卡住方向盘，转身一把拉回女孩，借力朝那东西的脑袋上狠狠甩了一鞭。空气里啪的一声鞭响，那东西哀嚎一声，迅速缩回了红雾里。蒙住车头的红色烟雾也紧跟着快速散尽了。女孩被吓得惊慌失措，本能地转过身想找父母安慰。可这时老穆和罗英的视线却都落在了我的身上。龙兄弟，你那腰间缠的是什么东西啊？打魂鞭，我小时候一个老道送给我的。我从后视镜里对上了两双冰冷的视线。没想到龙兄弟不止车开得好，还自小就有奇遇啊。这时罗英冰冷的手慢慢攀上了我的肩膀。我们一家人命苦，这山路难行，龙兄弟要是能永远留下来，一直为我们开车就好了。我啪的一声把打魂鞭往肩膀上一摔，罗英迅速抽回了自己的手。我看你们都是可怜人，送你们一程，别给脸不要。后排的三人都瞬间变了脸色。这时我的车灯开始频繁闪烁，一辆黑色轿车无声无息地出现，挡在了我车子的前方。我的车身跟着猛地一沉，油门踩不下去了，车子瞬间熄火，四周陷入一片漆黑。坐在副驾驶的女孩还没从刚刚的惊吓中缓过神来，现在更是被突然的变故吓得连声尖叫。妈的，敬酒不吃罚酒！我连拧了几下车钥匙，车子都没办法启动。女孩哭着转过身喊爸妈，可这时车内的后排已经没有人了。大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拿出手机，屏幕亮起，才在车内照出一点光亮。3年前那场车祸一共死了5个人，除了红色跑车的司机，还有黑色轿车上的一家4口。女孩的神情霎时变了。你是说我们一家？他们不是你的家人。我打断了女孩的话，你不是穆家。真正的穆家在出车祸时被撞出了车窗，跌落悬崖，到现在也没有找到。这时副驾驶的车门被猛地拍响，罗英的声音在车门外响起，佳佳，快下车，爸妈在外面呢。女孩用双手捂住自己的嘴，整个人都开始颤抖。佳佳，快出来啊，爸妈等你呢。车门被越拍越快，越拍越重。女孩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把自己蜷缩在座位上，一声不敢吭。车顶紧接着传来砰的一声，一颗黑乎乎的脑袋从挡风玻璃上垂了下来。那双清白的眼睛正好与女孩四目相对。姐，别躲了，我看到你了。女孩失声尖叫，拼了命地想把自己缩到椅背后面去。我拿起打魂鞭，狠狠往挡风玻璃上一砸，滚！邓旭扑通一声掉到了车下，车外一时寂静无声。我回身扳住女孩的肩膀，让她直视我的眼睛。姑娘，你得自己想起来你自己是谁，你得记起你自己的名字，否则我没办法把你带回去。女孩怔愣地瞪大双眼，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我不知道，我不是穆家，那我到底是谁？这时车窗外传来一声声遥远的呐喊，像是有人在喊谁的名字。女孩迷惘地四处张望，谁在喊？是在叫我吗？我听不清啊。这时已经凌晨2点了，
我从座位底下掏出手电筒，直接下了车。在我下车的瞬间，周围就起了浓雾，那一家4口和黑色轿车都掩在了浓雾里，消失不见了。我的车依然启动不了，我从兜里掏出一串5帝钱。从前跑大车时，我常带车冲煞。冲煞是跑大车这一行的规矩，每次有新的路线开通，都会让经验丰富的老司机先跑一趟，既是熟悉路况，也是排除风险。在冲煞的路上，如果遇到车子突然打不着火的情况，就用5帝钱拍打车身。这还是我师傅教给我的办法，5帝钱我一直随身带着。拍打5帝钱要从车头开始，顺时针拍，一个方向拍打5下。铜币敲在车身上，发出叮的一声。每打完1下，我周围的浓雾就淡去1分。我刚拍打完车头，背后就传来一阵刺骨的寒意。我再说一遍，我是可怜你们，别给脸不要。我这人生来8字硬，血性重，我不怕这些东西。要不是可怜他们遭逢意外，直接送走他们，可能会更快。我背后的东西似乎暂时退却了，寒意逐渐消失。当我重新绕回车头，浓雾已经散去，我前面不远就是那辆黑色轿车。那一家3口已经坐回了车子里。老穆把着方向盘，浑身焦黑，他没有皮肤，所以受不住带着人间烟火气的红枣水。当初的车祸十分惨烈，红色跑车严重变形，黑色轿车被撞到了悬崖边上，崖壁长出来的柏木插进了车身，木须和罗英几乎被贯穿。2辆车同时起火，穆家被甩下了悬崖。红色跑车上的女孩桑雅则被甩到了公路上，成了唯一的幸存者。老穆冲我张开灌满了脓血的嘴，你们逃不了的，他必须跟我们走，那是他欠我们的，他不欠任何人。我缓缓抽出打魂鞭，黑色轿车急速后退，很快没了影子。他们到底忌惮我手上的打魂鞭，但我也知道，我们今晚没那么容易离开这条山路。我重新回到车上，这次车子可以启动了。女孩还是怔愣地坐在副驾驶上，她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我是谁？我不是穆家，那我是谁？我缓缓地在山路上开着车，女孩不知道，她在我的眼睛里，身体正逐渐变得透明。这时，之前那个穿白色长裙的女孩又一次出现在了路边，她袖子上的红色碎花好像变得更明显了。她有些急切地朝车上的女孩喊着什么，可女孩就是听不清。我很想帮忙，可我不能说破，说破可能就无法挽回了。女孩必须靠她自己想起来。山中又渐渐起了浓雾，隐去了窗外女孩的影子。我的车子开始变得颠簸，好像公路上出现了很多不该有的杂物。浓雾里怪影嶙峋，突然一根根柏树的枝桠带着鲜血朝我们的车头砸来，一道道血印子留在车窗上。我握稳方向盘，尽量让车子匀速行驶，避免车窗受力不均被砸碎。窗外紧接着传来刺耳的嚎叫和翻滚的碰撞声，似乎是当初那场车祸又一次发生了。前方的浓雾里迸发出火光，我不得不踩下了刹车。浓雾向四周扩散，一个浑身是血的人趴在道路中央。不远处，2辆变形的汽车已经起火，扭曲的人体在火光中不断挣扎。女孩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公路上趴着的那个人，他跟她一样留着披肩发，染成同样的红棕色，穿着同一个款式的蓝色卫衣。那是我，是我。女孩在那一瞬间身形一晃，下一刻她出现在了道路中央。我暗道一声不好，赶忙下车。罗英这时从火光中走了出来，她的腹部开了一个大洞，大团乌黑的鲜血掉落在地上。那就是你，桑雅，是你害了我们一家人。你和你那个疯子一样的男友在山路上肆意飙车，是你害了我们。我的女儿至今还下落不明，我们一家3口在这条山路盘桓了3年。桑雅，你以为你能活吗？你必须留下来，这是你欠我们的。女孩的形体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她颤抖着摇头，她想后退逃跑，
却突然发现自己动不了了。地上那个趴着的桑雅，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化成了一滩血污，像影子一样附着到了女孩的脚下。女孩惊恐大叫。我这时冲到了她跟前，把手里的保温杯扔给了她，再好好想一想，你到底是谁？3天前，一个叫邓轩的女孩找到了我。这个女孩有些虚弱，脸颊泛着不正常的潮红。大叔，求你帮帮我们，我朋友让人给害了。邓轩提到的好朋友名叫杭薇薇。杭薇薇是个有些可怜的小姑娘，刚高考完，父母就因为意外先后去世了。家里的情况急转直下，杭薇薇连大学都没上，就出去打工了。邓轩就是在这时候认识的杭薇薇，两人在一处打工，关系处得非常好。大概1年前，薇薇租了一个新房子。搬家的时候我也去了，那个房东阿姨人很好，对薇薇特别关心。邓轩捧着我给她倒了热水的杯子，整个人都在微微颤抖。可是我没想到，自从租了那间房子后，薇薇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她留了长发，还染了颜色。她以前不喜欢化妆的，可后来随身的包里都装满了化妆品。她从前告诉过我，她最不喜欢蓝色，因为她父母工作的衣服就是蓝色的。可后来突然有一天，她穿了一件很时髦的蓝色卫衣。我问她原因，她说是房东阿姨送给她的。那时候我才知道，那个房东阿姨知道薇薇没有了父母，就对薇薇格外照顾。那种照顾简直是无微不至，从她的衣着发型到她的爱好社交，那个阿姨都会过问和干涉。邓轩想到这里时，神情有些沮丧。其实这1年里，我早就觉得不舒服了。有时候薇薇在我家里留宿，那个阿姨都会打电话过来询问，连我们2个去哪里玩，去哪里吃饭，她都要知道。她又不是薇薇的妈妈。我好几次都想提醒薇薇的，可我看薇薇好像很享受这种关系。我知道薇薇一直很思念她的父母，也许是那个阿姨的出现又让她想起了有妈妈的感觉，所以她才愿意听她的话。我左想右想，最后就没有阻止。邓轩这时候已经懊恼得直咬牙了。诡异的事情是发生在3个月前，薇薇的精神状态突然变得不好了。她跟我说，她夜里总是做噩梦，总梦见自己出现在一条空荡荡的山路上。有时候是她一个人，有时候她身后跟着好几个人。我们一开始都以为只是她的睡眠出了问题。我陪她去医院开了药，可后来药很快就没用了。薇薇的噩梦越来越恐怖，我让她来我家里住，我陪着她。她总是在梦里惊醒，大呼小叫地说他们撞车了，他们撞死人了。我拧眉听着，邓轩这时把手里的杯子都攥出了声响。偏偏那个房东阿姨还是总给薇薇打电话，让她回家去住。薇薇不想让那个阿姨失望，就不肯来我家里睡了。我本来以为也许有那个阿姨陪着，薇薇的状况会变好一些。可才过了没几天，薇薇就开始出现幻觉了。她时常一惊一乍的，动不动就指着空荡荡的门外，说他们来了，他们来找她了。这种情况连续几次后，把跟薇薇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吓坏了，单位也不肯再让薇薇上班。我就只能每天下班后去她家里陪着她。邓轩说到这儿，眼泪又流了下来。薇薇真的很坚强，她很努力地想让自己好起来。她去运动，去晒太阳，去拜佛，去吃药，可无论怎么做，那些东西还是如影随形地跟着她。而我始终单纯的感觉就是薇薇的心理出了问题。直到5天前，邓轩垂下了头，嗓音都开始发颤。我在薇薇家里突然失去了意识。当我清醒过来时，我骑在薇薇的身上，差点把她活活掐死。这话我听了都是一惊，不知道当时2个刚刚过了20岁的小姑娘是怎么面对那一切的。我逃了。邓轩哑着嗓子，哭腔满意。我把薇薇独自扔在那儿，自己逃跑了。邓轩的话语里充满了自责和懊悔。可是这真的能怪他吗？是我的错，都是我胆子太小了。邓轩抬不起头来，大颗大颗的泪珠砸在地板上，
我没想到，我走后的当天，微微就割腕自尽了。好在邻居及时发现了自杀的杭微微，把她送去了医院。邓轩赶到医院时，杭微微已经经过了救治，暂时保住了性命。可是人却迟迟没有醒过来。邓轩回到杭微微的家里，帮她收拾衣服，无意间打碎了杭微微的镜子。就是这些东西，我在微微镜子的夹层里发现的。邓轩拿出了一张照片，一张符咒和2缕头发。那张照片并不是杭微微的照片，而是另一个女生的。我在网上查过了，这个女生叫桑雅，3年前出了车祸，一直昏迷不醒。而她就是微微房东的女儿。直到此时此刻，邓轩才明白过来，杭微微遇到的一切并不是意外，也不是她个人的心理问题，而是被人所害。邓轩这时候再去找那个房东阿姨，却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人了。听邻居说，那阿姨的女儿最近有了苏醒的迹象，他们一家人转院到外地去了。邓轩病急乱投医，把那张符咒发到了网上，竟然意外遇到一个算是靠谱的师傅。师傅告诉他，杭微微的命被人换掉了，桑雅的魂只怕在3年前就被扣在了那条出事的山路上。那遭祸的一家3口没找到自己的女儿，不会放桑雅回来的。桑雅母亲也是为了救自己的女儿，相中了无父无母、无人在意的杭微微。这一手换命换得极其惊险，桑雅母亲把自己女儿的命也赌在里头了。杭微微自杀的第7天，就是她还魂的最后机会。如果她想不起自己的名字，她就只能代替桑雅，永远留在那条公路上了。想起来了吗？此时此刻，我就站在那场车祸发生的地方。罗英和老穆一家以及桑雅的男友都已经现身，他们注视着杭微微，不停地诱惑着她。杭微微还捧着我扔给她的保温杯，瞳孔不断地颤抖。这时，那个穿着白色碎花长裙的女孩又一次出现了，她向着杭微微大声地呐喊着，那悠远的喊声带着哭腔，好像从很遥远的地方断断续续地传来。终于，杭微微抬起了头，看向路边的女孩小轩：“你不是走了吗？”“她没有走，她一直在你身边。”我冲杭微微道：“你仔细看看她，你仔细看看她的手臂。”此时的邓轩其实正在医院附近的街道上，他穿着杭微微的白色长裙，在一遍一遍地替杭微微喊魂。而那身白色长裙本身是没有红色碎花的，粘在邓轩手臂上的是他的血。“小轩，你怎么了？你的手怎么了？”杭微微看了出来，他着急地想上前，但他的脚下还是动不了。这时，邓轩撸起了袖子，只见那原本白嫩的手臂上纹满了密密麻麻的经文。“你看，微微，我以后不会再被附身了，我不会再伤害你了。”邓轩其实看不到杭微微，他在向着虚空说话：“你快回来吧，我不会再扔下你了，是我不好，你快回来吧。”“小轩，你怎么那么傻啊？多疼啊！”杭微微向着邓轩迈出了脚步，他脚下桑雅的残魂这时再也控制不住他了。也是在同一时刻，罗英、老穆和桑雅的男友都奔向了要挣扎离开的杭微微。我振鞭上前，空气里啪啪啪3声鞭响，生魂归体，怨鬼莫侵。我替杭微微拦下了那3只老鬼，杭微微奔向了邓轩。可是木须这时不知从哪个角落里钻了出来，直朝杭微微扑了过去。“小心！”我大喊。在木须就要抓到杭微微时，杭微微摸到了邓轩的手。邓轩鲜血未尽的手臂一时金光大闪。邓旭惨叫了一声，身体急速收缩变形，最后化为齑粉。杭微微拉住了邓轩的手，两人一起消失了。罗英和老穆同时哀嚎尖叫，桑雅的男友被愤怒的罗英直接扯断了脖子，他又化成红雾随风飘走了。老穆钻进了车里，开着吱呀作响的黑色轿车直朝我撞了过来。这时我再回身上车已经来不及了，我干脆利落地转身，直接越过了护栏，冲向了悬崖。
老穆的车一开到这里，立刻失去了控制。我听到老穆在车里大喊着佳佳的声音，这里是他失去女儿的地方。我躲过了老穆的撞击，回身时下意识地朝黑漆漆的悬崖下看了一眼，却不想背后突然一凉，一只冰冷沉重的手在我的肩膀上狠狠一推，我重心不稳，直接朝山崖下栽了下去。在我摔下山崖那一刻，我看到了刚刚推我的人，不是罗英，也不是老穆，而是唐东。说来好笑，同样是朋友，邓轩能为了杭薇薇双臂纹满血经，而我曾经最好的朋友和发小，生前坑得我倾家荡产，死后竟然也不肯放过我。但是我没那么容易死。混乱中，我一把抓住了崖壁上的杂草，那草根扎得极深，缓和了我下坠的速度。我几下扒住岩石，借着凸起的石块和崖壁间的柏枝，我稳住了身体，然后快速朝公路上爬去。但我刚刚触及路面，我的一只手就被透骨的寒意包裹住了。是罗英，他冷笑着看我，尖锐的指甲刺进我的手背。留下吧，留下和我们一起吧。我随手抓起旁边的柏树枝，朝着他的脑袋就狠狠刺了上去。罗英一声惨叫，腹部的伤口再次掉出大团大团的血块。他本身就是被柏树刺死的，他依赖柏树，却也最怕柏树。我一个翻身登上了公路，打魂鞭再次响起时，天边泛起了金光。天亮了，原本的车祸现场消失不见，连栏杆都被补得好好的，只有木架曾经掉下悬崖的地方还留着几束已经干枯的花。我想木架应该早就去了他应该去的地方，只是他的家人太过执着，始终不肯放下。我从车里取出一些纸钱，在路边烧了，希望那些冤魂能早登极乐，也希望那样惨烈的车祸不会再发生了。我在回程的路上接到了邓轩的电话，杭薇薇醒了。邓轩激动地在电话里大哭，他说薇薇没有怪他，薇薇原谅他了。我笑着安慰他，让他赶紧去把那双血淋淋的手臂好好处理一下，不要再发炎了。放下电话，我的车窗外又掠过一个熟悉的影子，他站在公路护栏外，阴恻恻地盯着我，又是唐东。他还真是阴魂不散。我想我也是时候该处理一下跟他的问题了。事后邓轩告诉我，杭薇薇康复后就搬了家。在见到那个房东阿姨时，她整个人瘦得都快皮包骨头了。杭薇薇把她送的所有东西都还给了她。她一直半死不活地坐在房间里，任邓轩如何叫骂都一声不吭。按那师傅所说，用了换命这种违逆天道的术法，这位母亲也活不了多久了。而听说他那个昏迷了3年的女儿醒过来不到半个小时就咽了气，留给他的只有一张异常惊恐和永远无法安宁的脸。或许直到现在，桑雅和她的男朋友都还在那条山路上，被永远循环的车祸折磨不休呢。全文完，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